Hello，大家好，我是啾啾，欢迎收看今天的啾啾健康咖，还有健康1+1同步直播。那其实一开始我想讲2个案例，在台湾呢，有一位长期在海外经商，他因为肾脏癌还有膀胱癌回台湾就医，结果检测就发现他体内的这个 PFOS 的浓度高达了35.97，远高于标准值。后来医生追查就发现，他家呢长期使用涂层破损的不粘锅，毒素可能因此就累积了。那这一类的化合物跟肾脏癌的发生是有明确的关联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她有一位女士，她长期用有刮痕的不粘锅烹饪，最后终于罹患了肝癌。后来检测发现，她体内的永久化合物也是 PFAS 严重的超标，所以医生也证实，只要锅具涂层破损，或者是有经过高温的使用，都可能导致有害物质释放出来，甚至这些物质都会融入到食物，增加肝癌等等慢性病的风险。所以很多人就在问，那你说这么多问题，我这个也不能用，那个也不能吃，然后这个又那样，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挑选锅买菜，或者是怎么样煮才能够真正吃的安心又健康？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非常开心再度邀请到人气抗癌作家，他抗癌已经成功了50年，然后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对不起，15年，成功抗癌15年，是韩博生教授。韩教授呢，其实平常经常自己下厨，然后他也在脸书上分享他漂亮的一些餐桌照，所以今天他要公开他自己多年来的无毒饮食还有生活的方法，让我们一起听听看他是怎么做到吃得健康又活得安心的。Hello， 欢迎韩教授。啾啾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韩教授您好，其实您经常在您的粉专脸书上真的是分享很多的你的生活的方式，因为你抗癌成功15年，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上次我觉得前2次我跟您做采访，我觉得您不只是生活的很健康，生活方式很健康，您的心态也很健康。那我们过去都在谈心态的问题，因为心态确实是抗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您的生活方式，你的饮食形态，尤其是我们讲到锅具的部分，就是因为您经常下厨，所以我们首先还是要先来问一下，就是韩教授，您都会用哪一类的材质的锅具来下厨呢？我一般都会用这个不锈钢锅。不锈钢锅呢，在我家大概用了有30年的这个经验了。那最早是我太太在用那因为我比较不常下厨但是我太太都用不锈钢锅。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它很特别为什么会特别用不锈钢锅呢？那后来她过世之后呢，这10年来呢那也在家里呢我又延续她的这个锅子，所以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右手边这个锅子呢，就是用了20-30年了那这个年轻人呢，他们喜欢用这个叫不粘锅不粘锅，所以我家也有不粘锅，但是呢，我用的机会比较少，我宁愿用不锈钢锅，也尽量避免用这个不粘锅但偶尔还是会用了我也没有那么的严格的规定，那用的时候我会小心一点就是了。是，韩教授，您真的是非常是乖宝宝，因为我们经常听一些就是无毒的教授们讨论，就是说，这到底要怎么用？其实也是首选，就是不锈钢锅。那我想，不论是挑选锅具或者是装菜肴的这个碗盘我想再请问一下，您最注重哪一些地方呢？最注重哪些地方？您的意思是？就比如说你选择哪一些盘子或器皿来盛菜，因为它毕竟是热食嘛。对，当然热食的话，我的这个器皿呢，当然我一般都是用瓷的嘛相信这个瓷的。那瓷的用的东西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都是白色的，没有颜色的为什么没有颜色？因为颜色就是上了釉，上了涂料，那这些涂料这些釉呢都有可能有重金属的残留那如果我们的这个容器呢，它盛热的或盛酸的东西呢，它就容易溶出有毒的这些化学成分、重金属或其他的一些成分。所以我基本上我就用越单纯的这些这个锅碗瓢盆或者容器等等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好像怎么也有花花的那这个就是刚刚讲这个有花花的都不是
都不是我选的，都是年轻人用的。年轻人就比较喜欢好奇啊，比较颜色比较鲜艳啊。那我自己比较清楚的话，我就用比较素色的所以这个包括杯子啦、碗盘啦、盛盘啦容器啊等等，我都会尽量用这个比较简单的颜色，尽量减少涂料上釉这些涂料，我能避免的我就避免。是，韩教授，您说到一个重点很重要，就是说尽量避免涂料，因为尤其是我们在盛这些菜肴的时候，因为热嘛，你放进去，不管你是也很多人说我用陶瓷绝对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陶瓷上面的涂料是在盘子上面的话，那可能就会对这个菜肴，可能它就会释放，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它就会。就是总之，它就有可能会释放出这些比较对身体不健康的一些物质，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以前我们都做过实验我们都叫做溶出实验，就是这个碗盘呢，我们把它放醋酸一阵子之后，我们再看看醋酸里面有什么东西，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去买外面市场上买的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碗容器跟这比较高档的应该说比较贵比较精美的这些瓷器等等，其实它的这个东西效果不一样，因为跟它的这个原料有关系，而且跟它的这个烧的这个过程的时间也有关系，那加上涂料也有关系，所以呢，这个要经过科学的实验分析才能够知道有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很粗浅的这个选择上面跟使用上，我们大概可以区别，所以我们大概至少我比较了解一点嘛，所以我就能避免我就避免就买好一点的盘子啦、碗尽量素色了，素的颜色不要有一些花图案花纹等等会减少风险，只能这样讲。是，我想您刚才提到素色的部分，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说那我就一个白白的吗？其实也不一定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我们讲碗嘛，碗的这个外围部分如果有一点点涂色是还可以，但是在中心的部分就尽量保持它是素色，就是可以不要有颜色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尽量，各位想想看，你的碗如果里面是红色或绿色、蓝色都有这种碗那看起来很鲜艳，可是那个我都不敢装东西因为觉得蛮可怕的，所以因为可能先入为主吧，因为已经有这种观念了，知道有颜色的东西它溶出来的这种比例种类会相对的比较多，所以我能避免就避免。是，我想其实韩教授的选择确实是比较正确。我们其实也在聊就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不粘锅，因为不粘锅的争议真的很大，但是很多人在用，几乎家家都有不粘锅。那如果说不粘锅没有用好的话，不粘锅里面的铁氟龙涂层很有可能就会释出我们刚刚提到的有毒物质，比如说PFAO PFOA 还有是 PFOS，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还是请教一下，就是韩教授，这类锅子您会怎么使用它呢？如果是家里要用这个铁氟龙的这种锅子呢，基本上呢，我加了油之后会加水。会加一点水。我第一次听到对，就是让它的温度不要那么大那么大。如果在这个炒或者我只能是有点像水炒的样子，但是非要煎东西的话呢，就尽量避免尽量用这个有 Teflon 的这样子的一个锅子来做煎炸炒快炒等等。所以用水炒呢，虽然是我最常做的这个方式，不管是不锈钢锅还是这个涂料的这个不粘锅，都是这个方式换句话说，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我如何用我的行为减少对这个锅子的破坏，让它溶出有毒物质，让这个机会，让我的行为降低这个几率请大家，我们没有办法绝对，但是我在每一天的这样子的操作的过程里面，我降低它溶出来的几率，然后不要去破坏这个铁氟龙的这个涂层的这个涂料的这个表面的化学的变化这是一个基本观念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要用那个不粘锅，我就用不锈钢锅。那不锈钢锅有不用不锈钢锅的一些技巧，可是很多人呢可能又觉得麻烦干脆就不粘锅好用嘛，方便嘛。那所以现在人大家就图方便，可是无形之中也增加了很多的风险
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所以用水炒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用比较小火、中小火来烹饪用这不锈钢用这个不粘锅来做中小火，千万尽量避免炸的、煎的、烤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这些事情，而且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炖煮还加了酸因为酸容易产生更多的溶出的效果所以东西呢这种锅子呢尽量少碰到酸还有热高温。刚才提的就是不粘锅，它可能有一些特别要避免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韩教授，您刚刚提到就是不锈钢锅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锅具，但是它使用起来有一点麻烦。那可不可以请就韩教授来跟我们分享，到底我们要注意什么？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很想，因为锅具确实是跟我们的生活太接近了，那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我们如果要买不锈钢锅，我们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然后怎么去正确使用它呢？好，这个说到不锈钢锅呢，不锈钢锅的这个钢材任何东西的材料都有差别任何东西的材料都有不一样，都有好坏有的比较纯的，含有杂质的，所以呢，不锈钢锅现在一般实用级的呢，它有一个代号叫306、304就是说像我们的保温瓶里面的这些钢材可能有304的就可以实用级的，换句话说，就一般正常使用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更高一级呢，叫316的这个钢材呢，它的钢材呢就像我们手术开刀房的手术刀的钢材所以它的钢材呢更是杂质更少，而且是一层一层的钢，所以他们就叫18层钢所以它的钢呢又吸力又纯那它加的这些金属的这个组成呢更容易能够导电导热能够导热均匀，所以呢就变成另外一种烹饪技巧上面一个很好用的这个钢材。那我现在所了解的是更厉害的，叫做钛合金的不锈钢锅加了钛进去，合成另外一种更导电、更导热更均匀更完整，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溶出物质被检验出来，更安全几乎是100%的不会溶出有毒物质，所以这还是有等级之分。那我用的呢，可能就316而已那现在有最厉害的所谓的钛合金，这是我接触到的。那这些东西呢，用法呢，就是这些锅子有个特点，就是小火用小火。然后把这个锅子盖上之后呢，食物就在这个不锈钢的这个容器里面，它的传导、它的热的保留非常的均匀，而且也不容易串味。你说2、3种东西在一起，它也不容易串味，不会串味，所以它出来的东西就觉得非常鲜甜美味因为用小火也不用加什么油，甚至不用加油就可以吃出食物的原味。可是这里面有一点点技巧有一点技巧。比如说像我煮的这些菜呢，我大概就是加点姜，加点蒜把这些东西就丢下去，加一点点水，或者是不加水，把菜通通丢下去，锅子盖起来，中小火，等这个旁边的这个水蒸气冒出来的时候，把火关起来，拌一拌好了。哇，这么快？对，就拌一拌就好了。这算水炒吗？炒的话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热了，怕这个锅子的油不够热的话呢，锅子跟这个食物会粘锅，会粘锅，所以不粘锅的没有什么技术，任何煮都可以煮。可是不锈钢要不粘锅就要有点技术。除了水煮之外呢，就是这个锅子呢刚开始要加热，让它把那个水洒到锅子里面，它变成一颗一颗的水滴，表示温度到一定程度的热之后呢，再把火关起来，再降温，降温之后呢，再加点油把这个锅子里面呢弄一层油之后，再开火中小火，再把油加上去之后呢，东西才放上去。这时候呢，煎或者是炒它就不容易粘锅，而且煎得很漂亮，而且用的油很少，甚至直接用食物本身的油，像鱼或肉根本不需要加油。哇哦，这听起来还很了解，听起来真的很方便。我再简单的复述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不锈钢锅呢，其实要先把
锅子加热之后呢，再下油，油下去之后呢，可能可以甚至你可以不加油，就甚至加一点点的水啊，菜下去再加一点水，这样就可以有一点像水炒的方式了，对不对？是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不锈钢锅不粘了。那我觉得，这样子，因为用这样水炒之后呢，之后盛盘之后呢，或者是火关掉之后呢，再把油加上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橄榄油啊、亚麻籽油、紫苏油，这些怕热的油呢就可以加了，就不会在锅子里面搞得那么高温，把油给破坏了所以我们要吃的好油，就除了用喝的拌沙拉之外，用这种水炒的方式呢，又可以把这些油加下去，可以把这些好的油多吃一点。那也可以，因为使用不同的油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也增加了这个食物的风味。那再加上一些调味料、辛香料等等，其实这个就是健康饮食里面、地中海饮食里面所强调的食物的内容。可是我们现在的烹饪方式都把这些给破坏掉了。所以大家可能需要去思考，如果你要真正的健康饮食，你要从锅子开始要做调整做改变，还有烹调的方式也可能要做调整。是，我想韩教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你如果要真的健康生活，一定要是从我们的食物烹调方式来去做锅子的选项，然后你怎么去做，然后食物烹调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其实水炒是这1-2年来也是大家蛮流行的一种健康生活方式。那刚才提到了怎么做，我想这个流程大家回去不妨试试看然后你可以留言告诉我说，其实你煮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你本来就会，你也告诉我们留言，在下方留言。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些不粘锅或者是锅碗瓢盆，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不好，对我们的健康不好，你会把它淘汰不用了呢？这个先讲这个碗盘大概是也是一样有刮痕，或者是有缺角、有破裂、有裂痕，那这些我们那就不要用了，因为它等于裂了之后，它可能那些原料里面的那些东西，是原料里面的这些金属也好，或者其他成分也好，更容易溶解出来，更容易或者是容易受伤这是盛盘碗盘这些容器那另外呢，如果是锅子的话，一般这个不粘锅呢，不粘锅像我们家也有不粘锅，但是在我印象里面，开始使用不粘锅之后，到现在已经换了好几个了我们大概半年1年我们就会换一个那有时候半年1年对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出来到底它哪里受伤，它哪里有刮痕，哪里有破裂甚至我们用的温度是不是恰当适合，其实我们是很难分辨的。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到定期呢，就像那个净水器滤芯应该1年就要换一个一样的道理，然后锅子1年就换一个如果你眼睛就看到了有刮痕、有裂痕、有破裂、有什么东西，那你当然更提早要换这个不粘锅嘛，这样会更安全一点，更有保障一点所以基本上就是有不正常的使用之后，发现不正常的现象，你就要考虑换锅子了。是，我觉得我们画面这个看起来都已经太可怕了，这个是千万不能再用了。已经等于是那一层涂料都已经被洗掉了、刮掉了，或者什么原因的。所以很多人因为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他很用力的刷、很用力的洗那可是不行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听到这样子的这个说明了有，我们现在就是 Tan 他就说，现在的锅具都很贵如果半年要换一个，好像有一点奢侈。现在锅具也确实蛮贵的。你看到不粘锅的锅子呢，一个我在台湾买的话，大概3-4千块一个。是这个等级我当然也有分我大概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家孩子他们去挑的3-4千块，所以1年用一个呢，就是又换1个到2个，所以1年要花个几千块，大家买这个锅子100-200块美金。对，可是如果你用不锈钢，我刚才讲我那个不锈钢就用了20-30年了。是哇，这个很长寿。那可能这个不锈钢锅刚买的时候呢，可能要锅子买一个，这个汤锅买一个，炒锅买一个，或者可能要3-4个，要3-4个。可是3-4个呢，可能要花个3-4万、2-3万可是他用20年，你觉得划得来吗？另外呢，大家会觉得
因为习惯的问题，所以觉得这个不锈钢锅不好用，技术不好，要学很麻烦。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习惯了学习了就会了，所以就反而会发现它很好用，而且又安全又觉得没有包括心理上都觉得比较放心，比较安全，比较干净。所以各位何不稍微做一点改变呢？就买一个这个小型的不锈钢炒菜锅。然后小型的可以煎牛排啊，或者可以煎这个荷包蛋啊，或者简单的一些东西可以弄。那你上手了之后，你再多买一些东西。那对了，您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刚才韩教授也告诉我们您的流程，我觉得就是把这个流程习惯了。但是有个问题，像华人比较喜欢吃炒的菜啊，或者刚刚不管是水炒、油炒，喜欢用这种大的锅具，像这种大锅，您会建议也是要用不锈钢锅吗？或者你有什么使用上的推荐？其实这个我的不锈钢锅有一个汤锅，所以刚刚可以看到的那个画面有一个汤锅，大概有这么高的有这么大的这个高度那我用这个锅子，我是把它当做任何方式都用这个锅子来这个对不对？好，那这个是炒锅，右边这个就是炒锅了，那这个就是汤锅。所以你看，我用这个汤锅来煮任何东西呢，就是它可以容量比较大。第二个呢，它有一个高度所以煮汤也可以用煎的、用炒的，其实都可以在这里面完成都可以在这里面。刚刚讲，但是炒的温度跟这个都比较用水炒的，大家都习惯吃这个炒的。可是我炒的时候，我温度不要用爆的，好吗？大家都爆炒嘛。大火爆炒大油，可是我用冷油去小炒一下这个姜啊、蒜啊，之后再把东西放下去，让它不产生粘锅现象，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你要会调味各位想想看，你们爆炒的所有的高丽菜、地瓜叶或者是空心菜，一辈子吃的味道都一样，难道都不能变一下吗？是，这是很有道理。对，难道不能变一下呢？妈妈这样煮，你这样也下一代也是这样吃。所以我上个月我到了香港，这个香港那个人寿公司呢，他邀请我去了演讲，后来第二次又去，我去干嘛？去教他们煮饭煮菜真的现场所以我从台湾带一个你们看到的那个不锈钢锅，我就带了一个锅子到了香港，就是一个那个电磁炉，我就可以煮出5、6道，现场煮叫他们把食材准备好。所以呢，表示说而且每个人吃了之后都觉得哇，非常的惊艳，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味道，因为再怎么吃还是炒高丽菜、炒这个煎鱼，还是就是传统上餐桌上那些味道就是那个样子。可是你们都没有发现，其实可以做不同的变化。真的是这样。你会用这个锅子，然后你还会用油、用辛香料，然后呢换个方式做，就会做出我做出来的那个样子就跟我们习惯上吃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也就避免了所谓的爆炒、快炒，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也是很好吃的你们没有吃过，你不觉得那吃过之后，你就发现这又健康又好吃，我当然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叫我去表演煮饭煮菜，因为会讲学问的人太多了，会煮饭的教授不多啦。是，其实韩教授，我真的如果有看过韩教授脸书上那些菜肴照片，是真的很吸引人，而且韩教授吃的都是原型食物。那其实还有你刚刚说调味很重要吗？就是你可以尝试不同的调味，就可以让你的锅具使用起来你觉得更舒服，然后更安心。那另外一个你也提到说吃原型食物很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蔬菜水果其实很容易有农药的问题，所以我可以请教一下韩教授，你怎么样购买食材，或者是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食材，可不可以跟我们教一下我们呢？我想大家都很怕农药很怕农药。但是你们很怕农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在外面吃的东西都不怕农药？那倒是都吃得很高兴，吃得很开心，没有人在问有没有农药，没错，对不对？那好了，回家自己煮的时候就出现这些问题了。哎呦，这个有没有农药去哪里买要怎么洗对不对？那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前面一张呢前面一张就是我假日呢，我会到传统市场。
到传统市场，就是我一次出门扛回来的这些我买的这些原型食材有这个蘑菇啊，有南瓜，有豆子啊，有苹果芭乐、红菜，这个胡萝卜、香蕉、洋葱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叶菜类等等。番茄。所以对，那这个东西呢，我就是煮饭煮菜的时候要用，另外呢，我还要打蔬果汁的时候要用。是。所以这是我买的东西，这个都在传统市场买。那大家说你都不去有机店买啊？我说有机店的当然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就喜欢去传统市场，这样东挑挑西看看，东摸摸西摸摸第二个呢，因为有机超市的这些蔬菜水果呢，都在冷气房里面，都在冷藏，所以呢，冷藏的东西拿回家之后，如果没有马上处理，容易变坏。而且它都闷在这个它里面的水分很多，所以很容易就烂掉了。所以去那个传统市场买比较容易保存，所以去传统市场买可以保存1个礼拜，可是到超市买的或有机店买的，大概两天到3天没有吃，大概就快报销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考量的。另外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菜市场可以寻到宝有一些小农有一些这个自己种的这些蔬菜相对来讲也是蛮安心的。所以我个人没有迷信一定要吃有机的东西啦。那我自己觉得，像一般在大的超市，他们的那些食品检验，其实在台湾都做得相当的不错所以基本上都有一定的保障，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些。你倒要担心你在外面吃的那些星级的料理有没有农药，我觉得你们要多注意一点或者去快炒去吃什么什么料理，你们都不在乎，为什么回家就这么在乎？我觉得人很奇怪。是，其实韩教授你有讲到一个点，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我们台湾的这种市场，比如说不管是晨间市场或者是什么黄昏市场，我会觉得台湾的市场真的是非常的有活力当然就是有些人他会在超市买东西，因为其实很多人工作之后他也是超市的选项也很多，但是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也会到我们的早晨晨间市场或者是黄昏市场，会觉得哎呀非常有活力，然后挑起你看那个照片，您刚才挑的那些菜看起来真的是也是非常有活力。不过呢，不像这个有机店都在那个塑胶套给它套起来呢，放在冷藏柜里面，非常精致那个就不一样，都看起来都这么有生命力的感觉，就很新鲜，很有活力搞不好人家才早上才摘的是这些水果这些东西相对来，你看那个胡萝卜都还有土是这样子。有机店买的都已经帮你刷洗干净那弄的那个就比较精致，就不好保存，对，是这样子的。所以买菜也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习惯。那这张呢，就是我打果汁的时候呢，要准备的一些素材，各位看一下，有甜菜根有胡萝卜有香菜，有这个小黄瓜，还有蓝莓还有牛番茄，还有这个那个酪梨吧，牛油果等等，所以基本上我没有一定说一定要用什么方子大概一个大原则在就可以了。这样看起来确实只要把这些东西吃下去，给自己身体制造很多的营养素，抗氧化、抗发炎所以你只要懂这些，然后去做这些，其实就可以的，不用念那么多书了。我经常也是糊涂。对，我觉得韩教授讲的让我们觉得比较容易接受，而且比较执行起来是比较容易。有时候我们真的记好多这个分量那个分量，然后有时候就觉得哇，觉得好像特别难就好像自己实践起来有一点辛苦。所以我觉得韩教授这个道理简单，然后非常的容易执行，然后又非常的有效。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妨是可以试试看，你就把各种营养素，我们也讲我们其实很多营养专家也提到了，你的食物要吃均衡，而且最好尽量吃七彩。我看这个韩教授里面不止七彩各种颜色都有所以觉得我不是只有七彩，我叫九彩是有九彩是。怎么叫九彩呢？我解释一下，9个颜色叫红、橙、黄、绿、蓝、靛、紫，7个颜色，再加黑跟白，所以9个颜色。真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加黑白，9个颜色。又跟中医的道理有一点相通了都包含在里面了嘛，都包含。其实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这么刻意啦，你只要尽量让它5颜6色就好了嘛。
这样子，然后你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反正就不要刻意就是这弄得很压力、很紧张。基本上有这个观念、有那个念头就可以了，就很重要了。其实韩教授，您说有这个观念、有这个念头，这也是我们健康1+1为什么其实我们一周最少播7天的节目，不管是长影片、直播、短影片，所以我们就是在推广。对啊，你可以天天欢迎您经常上来讲，因为其实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能够推行给大家，就是跟大家分享你怎么样的健康生活。当然饮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啦，还有我们的精神健康啊，当然我们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疾病，所以东西方的专家，还有像您这样子健康的专家们，也都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生活得更健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当你长时间你这样慢慢听，你累积下来，你就知道哦，其实我要吃什么，我年手就来，我不会说，哎呀，我今天要考虑太多，不会，就这已经是升值在你的整个的精神健康系统里面了。所以其实我真的是我也很同意教授您提到的，我们就是非常轻松、很自在的，然后去挑选我们喜欢的食物。那这样子，我们的精神方面也会比较放松。我们放松，人自然就会健康了，对吧？对，没错。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现在的这个科学上所讲的精准2个字啊。是啊，因为精准啊，其实压力很大啊。那事实上人是很难被精准。很难精准的，因为人有7情6欲啊，人有不同的思维啊、行为啊，所以很难准的。倒是教授，我可不可以打断您一下？您现在画面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画面有一点直立了，您可以帮我再调一下你的画面吗？您现在画面是直的，我都坐着。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可能你的画面、你的手机有一点晃动，所以它变成横向了，就很像我们这样。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呢。就是您可以把您的画面稍微调整一下，转一个向吧，就是稍微拿起来调一下。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我连动都没有动它耶。对，因为你知道手机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会让我们就是出其不意的。哎，对，像好了吗？好了 ，OK。他是不满意我讲的是吧？应该不是，那可能您再把手机放好。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啊，美好的事情是需要有一点时间等待。其实包括听好的分享也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观众现在在看我们的直播嘛。那您在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也可以。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在饮食上啊？比如说或者是刚才教授提到的，在使用锅具上或在健康饮食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就来互动一下。像刚才的 Tan 他有提到，就现在锅具就比较贵嘛，然后半年换一次，好像觉得好像有点奢侈。但是其实教授也提到，就你用不锈钢锅还可以用40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啊，那我们继续再听。不要讲40年。20年吗？20年是吗？对，20几年是吧？对啊，那你看这么，其实真的是节省的。那你可以再继续再提到一下你刚才讲的，我们刚刚被我们打断的，你可以接着。讲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健康的饮食，比如说我们每天我们往下讲，对，精准。我刚刚讲精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呢，其实我们吃个7、8分这个原则就可以了，不要100%。所以我们不要照表操课，很累也不好做。我们就是有一个大原则掌握了，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比较随意啊、随性的、开心的、放松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偶尔吃垃圾食物，偶尔吃觉得不是很好的，又这样那样子都 OK。但是你记得，其他时间我们就很用力的把这些原型食物、5颜6色的、天然的、新鲜的这些食材，透过好的烹饪方式这个减少风险的方式，能够把它吃下去，也保存了最好的营养素。所以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们不用搞得那么复杂，那么累，但是呢，我们却得到最好的效益我们要强调的这个效益。所以呢，这样子一个观念呢，给大家参考。如果你们
总是在挑剔这些家里面的事情，你要想想看，你吃那么多的外卖，吃那么多的东西，在外面的那些其实并不干净，而且添加物这么多，而且糖这么多啊，而且不知道的东西那么多，你都敢吃了啊，所以回家呢，好好的做一餐啊，让自己有机会平衡回来。所以我们是一个平衡的概念。你这边吃的不好，但是我这边吃的新鲜、干净、蔬果，然后来平衡这边所造成的一些身体上或是饮食上的一些压力啊，用这个观念平衡的观念啊来做这些饮食上的这种调配。是，其实您说到这个，我也是蛮同意，因为您有推广蔬食嘛，就是吃起来舒服又营养。不过呢，眼尖的您的粉丝们有发现，你前一阵子放了有一张加豆腐乳、肉松的饮食照片，这个部分我特别要讲，因为很多营养专家说啊，这个豆腐乳啊或肉松其实不是很健康的，算是一些垃圾食物，所以很多的网友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教授你也吃这个教授有什么话要说的？被抓到？这个其实豆腐乳小时候吃的比现在多很多，是，对吧？小时候吃很多啊，那现在变成好像豆腐乳是一个坏东西到底它是真的坏还是假的坏？有人说吃豆腐乳是很多的益生菌，很多的发酵食物，它很好有些人又说不好，所以他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它的好或它的不好。那我们一般老百姓真的搞不清楚也没办法去真正的实践或知道，所以我就少吃一点，偶尔吃一些。因为任何东西好跟坏，我跟各位讲一下，任何东西的好跟坏，在你身体造成的好或造成坏，都是一种几率的概念，几率。所以呢，那这个几率大，让你身体越来越坏，那你吃的东西一定是很毒，而且你吃的量很多。那量很多，一定是你每天吃的这个次数很多，才会量很多。那量很多又很毒，那当然出问题的事情的几率就很大，对不对？可是我今天知道它有问题，可是我吃的量很少，有问题吗？那个几率问题就不会那么大了，就不会那么大了。所以真正大的问题，刚刚讲过，都你在外面吃的那些东西才真正的大问题。像你们吃的外面的那些美乃滋调味料加的那些那个调的那些那个酱料里面的毒害，远比豆腐乳还大。真的是这样，你们都不会在意你们都不会在意就拿一个豆腐乳大又说他说事情了，然后哪一天又说一个什么事情，哪一个什么又好了，哪一个什么又好了，每天都是这些讯息我告诉大家，各位不用再看那些东西了，只要是新鲜的蔬菜水果原型食物，你就尽量吃就对了。如果经过别人帮你煮的，又不知道加什么，你就要小心避免就是了。就这样子要不然你们每天去弄这些事情，哪弄得完是，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真的，好像因为现代人嘛，很多各种不同的食物，然后而且当然像比如说韩教授你也说要吃原型食物，我想大家就是尽量多选一些原型食物，然后你其他的加工食品不能说不要吃，那你可能就是偶尔的吃一点点，我觉得对你的健康也影响不至于那么大。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可能过于担忧了，那这个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或者是你过于太执着，想要就是有一点像糖成瘾这种，就可能对你的健康就是有伤害的。我们比如说讲到这个加工食品好了这样加工食品奶精这种加奶精的奶茶真的是很好喝，还有那个蛋糕洋芋片冰淇淋等等汽水都有很多的人工添加物，包括精制糖。那这一类食物呢，就是我想请教韩教授，您是不是偶尔也会吃一点？因为这种食物人家说这个是对健康不好的，但是吃起来心情好像会很舒服您怎么看？对，因为你越吃越舒服，越吃越想吃嘛，这也是一种上瘾的现象嘛那像好了，比如说这个昨天才刚过中秋节嘛，对不对？那请问大家你们月饼吃了没有？月饼我吃了月饼我告诉各位，我到现在为止月饼一口都没吃是吧？高糖那你现在像我在这个月饼你看里面的这些你看里面的成分，哇 ，XO 干贝酱里面的
那我连打开都没有兴趣打开。哇，真的是那我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为了要吃这个，其实这个月饼再怎么吃还是那些味道，对我来讲没有吸引力的。第二个呢，它没有吸引力之外，它还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我就没有很想吃嘛。是，对不对？那就算吃了也是一个月饼，把它切4块啊，吃一小块尝尝口味这叫 XO 酱的月饼知道了。那不，因为这些东西吃起来味道都很假。所谓的很假，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好像有一点化合物的这种感觉。对，那个就是吃起来就不是说不出的那个假的感觉。我懂您的意思，对就像我那天买了一个，人家送了一颗梨，一切开里面都是烂的所以我就劝很多朋友说，你们去送礼，去医院看病人，千万不要去买那些礼盒，那些礼盒都高档的水果都漂洋过海，那漂洋过海它就加了很多的化学试剂、保鲜剂、什么剂什么剂弄得好几个月都不会坏，然后卖给你的时候又挑那些不好的参差其中就一吃那个东西都是药水味，直接就丢掉。这么贵重的水果就直接就丢掉。浪费钱是小事，重点是这些东西有这么重的化学味道，你都吃得出来。我们还要吃这些东西吗？我们要拒绝才对啊。可是我们的送礼就送给别人死没有关系自己不吃。那个外表很漂亮但是里面就已经不好了。那当然是我们讲的就是对啊，金玉其表嘛，败絮其中。那其实我们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们不用。我们知道很多像有机，或者是我们自己去农场有一些小农种的菜，它看起来不漂亮但是它却带来很多的营养。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看，不能看外表。像刚才李正中就是说正中你说这个月饼太豪华了。刚才韩教授你拿那颗月饼很豪华，我们的眼尖观众都看到了。我觉得其实很多，然后另外 Ten 他又说我们买的马来西亚本土的月饼是可以安心吃的。那我想其实每个地方真的是吃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我想大家看的可能就是在每一个城市中，还有就是我们买的东西确实也是来源不一样。如果现在你看到你的食物上面就比如说加工食品，你上面有很多你看不懂的，比如说什么丙二醇什么各种，当然我还乱讲，就是你有各种不同的化学式的这个名称在上面的时候，你真的要考虑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这个要拿来吃。对，这个太多了，外面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尽量挑这个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东西的成分，这些食品添加物或者是加工品。其实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是一点一点累积。这个听起来真的，我们吃这么多的东西，其实这跟小孩子的过敏皮肤肠漏各方面都有关系，你们都不晓得现在告诉你说少碰这些东西，你们又改变不了，又不以为然，那就没有办法了。说实在的那这个就要特别注意。因为我过去最早我的专业就是做毒物环境毒物那我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别让孩子在毒物中长大》所以我们发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一翻来看一下。对，韩教授写的这本书。换句话说，我们这环境这么多的植物，在我们的吃的、喝的、用的各方面都有，那我们小孩子一出生就吃这些毒。所以小孩子后来长大了会出什么问题，是不是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为什么妈妈的胎儿的时候呢，就要很注意，出生之后吃的、喝的、喂的，其实都很注意，就避免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因为接触了这些有毒害的东西影响到后面的生长发育，对不对？所以这些都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那我们今天里面有太多的化学成分。我们学不完，然后也一直都有变化。我们只要记住一个，尽量去少碰这些东西，敬而远之，趋吉避凶。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多一层保护。那尽量，那吃的我们很难免，无法避免会吃进去有毒的东西。所以呢，与其去这么紧张，还不如我每天过认真一点，能够想办法排毒。排毒那怎么排毒？就透过排便，透过排尿，
透过流汗，透过呼吸，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排出去啊，然后让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代谢会比较好一点，把它代谢出去。那代谢出去的就是我们身体要有好一个代谢的能力，所以要运动啊，要流汗。那我们吃的东西就一定要吃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它的营养补充，然后这些纤维，这些帮助代谢，把东西排出去。所以你今天去吃大餐，这2-3天过节吃大餐，你过2天就吃清淡一点，吃蔬菜蔬果吃多一点，把它平衡回来，就这样子，这是基本概念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也真的是可以说，你可以非常的细致，你的细致里面是加入你的用心，然后你也不用说我一定要吃的多么的精致。其实有些食物真的是不是精致可以来满足你的健康的。我觉得反而是，你真的是懂得怎么去挑选你生活中的这些健康的一些食品。我想，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也不外乎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你健康生活不是那么的压力大，其实有很多很好的选择。所以我们最后还可不可以请韩教授因为生活中的毒物，其实我们今天列好多问题，今天我恐怕是聊不完，但是就光是饮食这个部分就可以聊很多。那我们生活中的毒物也很多，刚才有谈到了，就是饮食啊，那还有这个锅具啊，所以可不可以请韩教授最后在我们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你有什么样的就是最后的总结，帮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应该去面对这样这些毒物，或者是说我们感觉好像生活的很提心吊，这里要看看，那里要摸摸，你怎么样又可以轻松，然后开心的，然后又可以过这种无毒生活？韩教授帮我们总结一下好吗？好，这个第一个观念就是平衡的观念，所以你今天大鱼大肉，你记得明天就清粥小菜，简单吃一下，平衡一下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减少外食，多在家里吃，家里再怎么吃，相对来讲一定比外面来的干净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趋吉避凶的概念，趋吉避凶啊，有很多的凶处在外面啊，很多的这个添加物啊，很多的太咸、太糖、太甜。还有反式脂肪，糕饼点心太多，饼干这些都有反式脂肪，都有添加物，这些我们都要避免，这叫避凶。那趋吉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好的油、好的水、好的心情、好的锅子。所以你把这个好的这个部分把它建构起来，多去碰它，多去接触它，不好的偶尔碰之，减少它。所以就慢慢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不要求大家一下就改变，而是说你每天进步一点，进步一点。所以有一本书叫5%的改变，5% 的这个改变就会影响很大，产生蝴蝶效应啊。所以各位要有这种观念之后呢，开始往正面去过日子啊。所以虽然生活中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各位不用害怕，你只要发现这个东西不天然，这个东西是加工的，这个东西是可能有看不到的，你怀疑的，其实基本上都对，都有。那你只有少碰好吗？你不要傻傻的一直吃一直喝，什么都不管，那就危险了。那你知道的话，不要恐惧，你少一点，少碰一点，少碰一点。有人在这边抽烟，你就远离他一点。你不抽，但是远离他一点。这边有毒，我们就少碰一点。然后在路边煮的这些很好吃的这些夜市美食，你偶尔吃，但是你不要常去，就这样就好了。谢谢韩教授分享的一个趋吉避凶的方法，大家应该有学到。但是韩教授，我们可不可以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来问一下？因为有观众留言嘛，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哈。因为很多人就还有对，你也说了，这中国月饼都不能吃啊，这个科技很活。他说狗都不能吃，我看有很多什么网络上有一些影片这确实有一些科技很活，这些动物是不吃的。好，那另外有一个问说，韩教授，超商买的盒装冷藏版的豆腐保全期限有1个月哦，他问说，这样子安全吗？豆腐这可以保存1个月或者是它的制作方式，那当然细节我不晓得，但是你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它相对来讲可能就是不应该多吃的东西不应该多吃常吃，而且你偶尔吃个豆腐买那个可以。那像我都会去传统市场买豆腐板豆腐，哇，那个最健康的，对那人家现场做的，那就算比较不，但是它保存期限只有3天呐。所以你要赶快吃掉所以你会发现这中间有差别。那你要哪一种呢？你自己决定嘛。
那可以放1个月的，你又担心这个，那你就不要买嘛，那你就去买那个传统市场的或者是去搜寻一下，看有没有卖的比较天然的、人工的、手工做的这些豆腐豆皮豆制品的这些产品，所以是用这个方式在生活。好的，非常感谢韩教授的回答，那也非常感谢韩教授今天呢关于健康生活怎么饮食的一个分享。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有关于生活中会碰到一些毒物因为今天其实是时间有限了，我们期待下一次再听听韩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谢谢韩教授。谢谢，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那个原理都差不多。你一定要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做这样子的分辨然后做一些行为上的调整就可以了。是，我觉得刚才韩教授也讲得很清楚了，趋吉避凶，这非常简单的方法，那你就慢慢的去实践它，不要就只要5%就好了，我们不要一下子强求太多，慢慢的你的生活你会发现，我100%我真的是很健康好不好？我们一起达到这样的目标。一定会这样子的，对。好的，如果我们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应该都会往这方面迈进的。好，那我们一起加油，谢谢。好，非常感谢韩教授，也非常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分享。好 ，OK， 那我想听完韩教授的分享，我想真的大家也会发现，健康真的不是说我这花很贵的钱很多的钱，我们是从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就开始，比如说从挑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好锅具你知道怎么去使用它，然后呢，挑选菜然后避免一些就是可能一些多加工的食品，确实。然后我想这些细节看的都很小，其实就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步。我想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各种不同无毒生活的技巧，还有包括锅具的使用。那我也希望大家你看完这个呢，留言告诉我们，你打算从哪一项5%开始改变？提醒大家，然后我们下次看看，我们进步有没有进步5%呢？从这一点点开始，我们就可以迈向100%的健康生活。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离线前还是别忘了提醒大家订阅健康1+1频道，同时还有99健康卡。那未来我们还有更多实用又安心的健康方法，带你一起过上真正100%的健康生活。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